就在7月2号，咱们国台办发言人站在发布会的台上吐出5个字儿：不得不终止。好家伙，这5个字一落地啊，只听海峡对岸啪的一声脆响，台湾省整整146项出口大陆商品的关税优惠瞬间是灰飞烟灭，彻底归零了。那这个消息一传回岛内，对岸的政客立马就跳了起来。那位姓赖的扯着嗓子喊啊：“大陆这是把农产品武器化，这是霸凌！”陆委会也是跟着哭天抢地啊，说大陆这是在搞经贸施压。哎，我就纳了闷了，这146项关税优惠，这本来就是大陆这边看在两岸一家亲的同胞情分上，单方面掏腰包给台湾省让利的零花钱。这就好比有个逆子啊，天天跟狐朋狗友勾勾搭搭的，扬言要跟家里面断绝关系。家长说行吧，既然你这么有骨气啊，那我每个月给你的零花钱，帮你免的伙食费，我就先收回来了。结果这逆子一瞅钱包瘪了，不仅不反思，反而跑到大街上敲锣打鼓，大喊：“大家快来看呀！我家长居然克扣我的零花钱，他这是对我搞经济制裁！”这不叫什么脱钩断料，这就叫典型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那么问题来了，这区146项关税优惠怎么就成了对岸的索命符？今天呢，咱们就好好唠唠这本经济大账啊，看看对岸的某些人还能嘴硬到几时。2010年，两岸签了一个大宝贝，叫 ECFA， 也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今年的2026年哦，刚好整整16年。那照咱们的话说，这叫两岸经贸的黄金16年。当年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啊，大陆那真是把台湾当成亲兄弟看啊。为了展现最大的诚意，直接拍板搞了一个叫早期收获清单的东西。用大白话翻译，这就是一个大陆单方面送给台湾省的超级至尊 VIP 免单大礼包。在这个清单里啊，大陆大笔一挥，整整539项台湾商品，只要你卖到大陆，一律零关税免单。那这里面包含了石化、机械、纺织、汽车零部件，这4大金刚，那可是台湾省传统制造业的命脉啊，是他们几百万工人吃饭的饭碗。截止到2024年底啊，这10几年下来，台湾输送大陆的早收货品累计在大陆减免的关税高达104.47亿美元，而大陆进口到台湾的产品享受到的关税减免呢，连10亿美元都不到啊！这笔账连小学生都会算呀，104亿对不到10亿，这叫什么平等贸易啊？这叫大陆单方面对台湾省的输血式让利。在这16年里啊，对岸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的老板们晚上做梦都能笑醒，他们正是靠着大陆给的这块免死金牌，才能在国际市场上跟别人打价格战，活的那叫一个滋润啊，赚的那叫一个盆满钵满。但是这帮政客是怎么对待咱们这个大礼包的呢？大陆给他们送钱，他们不仅不说一句谢谢啊，这帮绿营政客在上台之前，为了骗选票，硬生生把 ECFA 妖魔化成了所谓的糖衣毒药。他们天天在电视上恐吓台湾民众，乡亲们呀，大陆这在用经济吞并我们呀，这 ECFA 千万不能要啊！结果呢，等他们骗到选票之后，哎，你猜怎么着？他们不仅不废除这个所谓的毒药，反而是一口接一口，吃的比谁都香。那不仅如此啊，他们一边用从大陆赚来的大把外汇顺差，跑去向美国进贡，哎，买那么一大堆破铜烂铁的过期军火；另外一边啊，他们居然还变本加厉的给大陆设置贸易壁垒。你敢信吗？台湾省直到今天啊，还在蛮横的限制大陆2000多种农工产品输入台湾。中国大陆的苹果、茶叶，甚至连普通的螺蛳粉，在对岸都能被炒作成统战工具，遭到全面封杀。最让人气愤的是民进党对美国那是极尽谄媚啊，给美国4885项工业品、1482项农产品一路绿灯，实施零关税。可转头面对一直在单方面给自己让利的大陆，他们就像防贼一样筑起高墙。这种吃娘家拿娘家还要反手摔娘家的行为，放眼整个国际贸易史，那都是炸裂的存在。既然你觉得 ECFA 是糖衣毒药，那大陆现在开始就把这层糖衣一层层给你刮掉，看看你剩下的药到底有多苦。那有人可能会问啊，大陆既然要反制，为什么不一次性把这539项优惠全都给停了呀？非要一波一波来呢？
这就是大陆的高明之处了啊！咱们这儿不叫全面封杀，这叫切香肠式的微创手术。大陆一共挥出去了2刀下去，疼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先来看第一刀。2023年的12月，大陆宣布终止12项石化产品的关税减免，2024年元旦正式生效。这一刀下去对岸虽然也叫唤了几声，但民进党政客还在那装淡定，在电视上说：“哎呀，受影响的都是台塑、台化这种大集团，这些大企业早就在大陆建了厂了，可以通过大陆本地生产来避税，对台湾整体经济影响不大。”确实第一刀打的是大财阀，人家有护城河扛得住。于是大陆在今年的6月15号反手就挥出了更精准的第二刀。这一次是整整134个项目，里面包含了润滑油、基础油、染色纯尼龙布等一系列传统工业品这2批加起来一共是146项，在今年的6月30号就已经生效了。这第二刀切下去，对岸的民进党政客终于是装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刀直接砍在了台湾中小企业的动脉上。厦门台商协会的荣誉会长当时就说大实话，第一波针对的是大企业，但这一次延伸冲击到的是台湾无数的中小企业。各位，台湾的经济结构跟韩国不一样，像韩国呢靠的是三星、现代这种巨头，而台湾经济的毛细血管是几十万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台中的精密机械重镇、彰化的纺织皮革工坊。这些小老板没有大财阀那种全球布局的能力，他们手里面没有多余的流动资金，在海外也没有分厂，他们长年累月的生存模式就是把台湾本土生产的半成品、技术原材料通过零关税运到大陆加工，然后再转出口。那现在呢，146项优惠一招归零，关税的大山啪的一声压了下来。石化工会私下算了一笔账光是这一步台湾石化业者一年就要凭空多缴5000万到7000万美元的硬关税。这还只是石化那些机械厂、纺织厂、基础润滑油公司的损失还没有算进去呢。在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利润不如刀片的时代，成本突然暴涨几个点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来说那就是从勉强温饱直接跌进了破产边缘。台湾如果没有加入 RCEP 在外面根本就是个贸易孤儿。现在连大陆这个唯一的免税避风港也开始关门了，这些企业接下来靠什么活呢？那眼看着自家大老板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工商协进会和工总天天在报纸上公开喊话，跪求赖政府赶紧跟大陆正式经贸关系，化解歧见。而对岸的绿营政客们却在电视上贡献了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鸵鸟秀。台湾陆委会为了证明两岸脱钩很成功，台湾不靠大陆也能活，特意在今年的7月份翻出了一份精心修改过的2025年的数据。2025年台湾对陆出口占比已经从 26% 腰斩到了 13%， 赴陆投资占比更从 83% 暴跌至 0.9%。他们得意的宣称赖清德的脱钩战略大获全胜，台湾已成功降低依赖，大陆的经济制裁早就是纸老虎了。当时我看到陆委会这段发言我真的被台湾政客的阿 Q 精神给深深的折服了这不就是典型的丧事喜办吗？他们这个逻辑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甚至有点弱智的致命漏洞。咱们不看他们单方面挑选的指标咱们来看看最新的全球贸易通盘数据。那今年的1月份到5月份，海峡两岸的贸易总额是多少？1508.37亿美元，同比不但没有暴跌，反而逆势增长了 22%。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增长了 30.6%， 而大陆从台湾进口了 1089.6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9.1%。这个数据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得懂。两岸的经贸总量不仅没有变小，反而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台湾对大陆的经济顺差依然是他们每年最重要的续命钱。那么为什么陆委会口中的 ECFA 早收清单的占比会下降呢？原因太简单了因为中国大陆的产业在升级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的电动汽车、高阶石化产品、全自动精密机械在这几年迎来了大爆发。那原本需要从台湾免税进口的那些中低端石化基础机械大陆自己不仅能造，而且能造得更便宜，质量更好。
也就是说啊，不是你民进党有骨气主动不卖了，而是中国大陆的本土产业链正把台湾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传统产业自然淘汰掉了。在这个大背景下，大陆又顺理成章地收回了原本单方面让利的146项零关税，这等于是在对岸那些已经气喘吁吁的中小企业背后狠狠地抽了一鞭子。民进党现在陷入一种极度拧巴、极度尴尬的境地，他们天天在电视上喊着两岸要脱钩，可是私底下他们连 ECFA 剩下那359项优惠，甚至连个螺丝钉的优惠都绝舍不得主动放弃。姓赖的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着359这个数字，心里面绝对在滴血。他去跟大陆谈吧，他刚在电视上骂完大陆把经贸当武器；他不跟大陆谈吧，下面工厂的小老板们已经准备去掀他办公桌了。这种嘴上全是主义，心里面全是生意的政客，最终只能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当鸵鸟。两岸长达16年的 ECFA 特殊照顾，如今146项已经归零了。但是大家记住这绝对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起点。国台办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其实已经把丑话说在前头了，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的依据 ECFA 的条款研究下一步的反制措施。这里面白纸黑字写着农渔产品、高阶机械、汽车零配件、纺织品，剩下这359项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落下的第3刀、第4刀。决定这把刀什么时候落下的，从来不是大陆而是对岸民进党政府的选择。当年大陆停止进口凤梨的时候，民进党政客在电视上发动台湾民众每人每天吃18公斤的凤梨来解决问题。现在呢，石化、机械、汽车零部件的关税大山压下来了，总不能让台湾老百姓每天每人喝2升的润滑油，吞几个齿轮来消化产能吧？工厂的订单不会骗人，兜里的钱包更不会骗人啊！以前台湾的工商业者和普通民众选择沉默，是因为大陆的板子还没有打在自己身上。如今146项关税重压砸下来，成本上升，订单流失，破产裁员已经变成了现实。民进党可以在电视上继续高喊大陆施压，但冰冷的经济规律迟早会逼着对岸那些装睡的人睁开眼睛。